请那个少帅呀、Jessica 也可以就是说几句话。所以我就不浪费时间了，我们就就是言归正传，讲讲这个马拉松训练的话题。波马是4月17号嘛，也快来了，那也希望就是那个跑波马的同学们，就是看一看不同的计划。然后我在讲不同计划的时候，会特别的强调一些，就是最近的3个礼拜，最后3个礼拜，那些计划里面是怎么做的，怎么 taper 的。我们可能会 cover 好几个那个训练计划呢，OK，所以 it's a lot of information。我这个目的不是说想要，就是说让大家来看昏了，哎，这么多怎么办呀？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是说用这个 X 光照一下这些不同的计划，告诉他们，告诉大家，其实这些东西，八九不离十，换汤不换药，它有它的那个基本的理论在里面。我想做的事情是把复杂的东西变成一个简单的事情，明白吧？就是说不是说给大家堆一堆数据，然后看的那个眼花缭乱的，觉得好像这人好像很牛，不是这个意思哈。希望大家 take away， 最后走的时候就发现就是程咬金就是几招嘛，其实就是那么几招，翻来覆去的去折腾。OK。所以呢，在说的之前呢，包括我要为嘉宾们也要说一下，就是免责声明嘛，因为我们，跑步呢，你不练你就不受伤，练了就基本上肯定会受伤。那你本来就是个极限运动，你要找自己的极限，你摸到的时候呢，就是在受伤的边缘了，对吧？你多多少少会受些小伤的。我有的时候给大家说，马拉松的训练和比赛，所有的进步，基本上所有的进步终将止于伤痛。你要么是就是年纪啊，要么是怎么样的，你总是有个地方会让你进步不了的，你的那个短板某一个地方会让你进步不了，所以这基本上是必然的事情。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就是说 physiology 不是那个身体上的伤害，有可能是心理的伤害，他可能无法面对自己，无法进步，那也是一种那个就是 overtrain 的一个疲劳，心理的疲劳，失去兴趣，那他也不练了，对吧？然后大家看到很多人好像跑个马还挺简单的，然后一年可以跑好多个，跑下来也没什么事儿，但是他没有看到后面那个累积的跑量，所以那个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有本小说讲这些事儿。没有小伤小痛也没有办法进步我们呢尽量不要说哎力哥在怎么做的不是这样的，我想要就是说兼听则明，多看看大家怎么说的 OK， 然后我们从中间一起学习。我最后可能会讲一下我怎么做的，但是大部分的内容今天讲的是书上的内容，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读书笔记。OK， 然后我的观点和建议呢，受于本人的就是知识的狭隘和我的视角肯定都不是很健全的，所以大家自己参考。然后里面的书，和图片都是拿来划重点用的，就是那个我都有链接，大家可以去买。除了那个少帅给了我明确的版权，别的那些作者我没有去问。所以谢谢少帅说，feel free to use it。OK。在讲跑步计划的之前，我还想说一下，其实这个 mental 跑马是个 mental 的 game，所以少帅说过，这个跑马是练马是练人，就怎么说的？练人就是跑马就是练心，对不对？所以那个心理建设很重要的。除了之外呢，你还要保持体重，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讲，比如说我现在60多公斤，那有些人是80、90公斤的，但个子高一些，那你得要一个很大的任务，可能 almost like half of 的，就是说你的 task for the coming race，你得要减脂，然后减体重。那你这样对你一生的那个健康生活都是有好处的。你不要想着光是为了跑一个比赛，实际上你了解了那个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吃喝饮食的营养成分和它的那些热量啊，这些因为我们饮食习惯不会变化这么大，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你就会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去吃健康的简单的食物。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再加上你运动，你必然会变得比较健康，比以前健康。还有你要 commitment， 有些人呢爱跑步不爱那个去那个做 foam rolling， 觉得好痛啊，然后不行啊，没意思呀，这些的不行的，你得要
你得要那个有 commitment，OK，commitment 不只是说 running，你还得要 commitment to sleeping well，你要休息好，然后要做那个 foam rolling，然后你还要 understand，就是说跑 easy run 慢下来的重要性我上面一个 talk 讲那个慢跑的重要性，请大家再去看一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个计划里面也有很多数据点给大家讲，这个慢跑在每一个计划里面 surprisingly enough。全都是80%-90%。OK， 我说心理建设最难的事情，其实不是计划，也不是那个找一个计划，也不是找个教练，最难的是你自己想不想做这件事情。OK，很多书里面说的那个 the best predictor of your success 是你的兴趣，比如说你没有兴趣做这件事情的话，你是爱白搭。所以你每个人呢，你得要看看自己真的喜欢不喜欢这事儿。就是你别看自己整天说哎我喜欢跑步啊什么的，但是你可能整天在聊天然后在买东西，你不见得花很多时间去跑步。所以你要看看自己真的喜欢什么。It's okay，你喜欢不同的事情，对吧？但是你要面对这些事情，你要承认自己你喜欢买东西算，你要只是喜欢去旅游 ，That's okay，你的 goal 可能就是完成。那你就不要去想着那个一定要 perform how much better， 对不对？也许你是迫于一些 peer pressure， 觉得一定要跑成什么样子给别人来看，那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不是你喜欢的做的事情。所以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真正的动力，为什么你要来做这件事情？还有你要了解这个意志是个消耗品，就是不要无谓的去消耗，不要无谓的去跑很长很长的浪，不要无谓的连续。就是我一定今天要跑步，然后不能断，然后每天都要跑多久，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会 burn out，OK，然后争取去在跑步中找到自己的快乐，然后兴趣，你要找到 make peace with yourself。然后我们很多人都是那个 introvert 内向的人，在独处的时间里面能获得能量。所以呢，大部分的我们 OK 在这听讲的人。大部分的我们能从那个跑步中间能够去 grow strength， 这个是我们的，就是为什么 addict to running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呢，就是你过去的辉煌，每个人都过去 PR 过，然后你不要被那些人捧杀，说哎你 PR 了没有啊？下次怎么样啊？不是这样的哈。过去的辉煌真的很不错，你为之而骄傲，但是呢，你现在做的事情是比未来做的更好的。给你想想看，这个人越来越老，只有下坡路可以走了。你现在做的事情总是比未来要好，对不对？你不要跟自己的过去去比，你要跟自己的未来去比。你现在就是最优秀的，所以你要 really make sure 你的心里就是说，你真的想做这件事情，你有兴趣做这件事情，才能够坚持。我们回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原理上面哈，这些super compensation。翻译过来，我去看了 Wikipedia， 它居然没有中文的翻译。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运动这个 sports 理论里面，最重要的有一条就 super compensation， 就是它没有。你要看 click 这个文字，日本语、Dutch 德语这些都没有中文的，是不是很有趣 ？Somebody 可以去把它翻译成中文。这个指的什么意思呢？他说 in sports science theory, supercompensation refers to the post-training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training function parameter has a higher performance capacity than it did prior to the training period。那个意思就是说，哎，还有人可以在这画画，真厉害。我回来一下，我说找不到我的 PowerPoint， 去哪儿了？好像有人翻成超量恢复。对，应该是超量恢复吧。我的 screen 去哪儿了？这儿。对 ，sorry。你看这个图哈，我希望我这个图big enough，它其实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这个横向是24小时、48小时，这是1天2天。就是说你运动一下，他说你2个小时的运动，你的glycogen 在你的肌肉里面的 glycogen 会 drop，然后呢，然后你去吃饭、去休息什么，它可能花10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 recover 回来。就是你跑一个浪，有些人说我跑个22迈的浪。
你可能跑了2个小时、3个小时，你肌肉里面的这些存的糖分都已经没有了，你要花好长的时间才能补回来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去接着跑第2个 workout， 你可不是在把自己往死里整嘛，对不对？那个还有还有 fitness level 也是你先是 drop 的，然后要花个1天的时间、2天的时间才能回来。用进废退就是这个意思。你玩什么肌肉，你玩完以后，你过个1-2天，它会比以前更强，但是你需要休息，对吧？你休息好了以后是比以前更强的，然后你再过段时间，它会慢慢的消退，它的 benefit 会慢慢的就变成没有。所以呢，你还有这个 damage to mitochondria，这个是线粒体的意思。你刚跑完以后，你身体的线粒体是有损害的，所以刚跑完马拉松以后，我们大家都performance 都会 drop。就是说我慢跑的时候心率就会高很多的，你可能要休息好几天的时间。我3天不跑步，一般全马距离，第4天的时候跑起来肌肉才不痛，然后1-2个礼拜以后可能才能够恢复到就是以前的80%-90%的水平。然后你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比以前更强一些，但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所以它这个意思就是说，超量恢复呢，用进废退，就是你用什么东西你会变得更强，你用多了你当然就直接废了，但是你合适的去锻炼它会变得比以前更强，但是它有时效性。你过段时间你很多人3天打鱼2天晒网，或者是1个礼拜跑1次浪那种，然后下个礼拜现在再跑1次浪，中间啥也没有，那基本上我觉得只是维持而已，说不定会越来越糟。OK， 怎么？这个例子呢，就是 supercompensation 的 positive， 像这个是进步不快的，我没事搞一个大的，1周搞1次，20迈，别的啥也不干。比如说，你确实可以进步，你休息了，跑1次休息6天，再跑1次休息6天，你可能会进步一些，但是比较慢。但是你比较小的，就是说这种刺激，像汉森呀，这1周跑个5天、6天、7天的，你每次小的，然后不多，然后他每次都会回来一点，然后慢慢的往上走，对吧？还有一些就是overtraining，你这个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你就开始 train， 然后你每次在还没有恢复的时候继续 train， 这样的话就 overtrain， 你的 performance 会下降。那这个例子呢是说，就是说你3个小的1个大的这种，我们很多training 是这样，你玩一个3个 easy run， 然后跑一个什么LT 啊，跑个 long run 啊，有个大的刺激，它可能会positive， 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些，如果你隔得够长，你就基本上是 maintain 的状态。如果你2个礼拜不跑步的话，你要打回到解放前去，你可能会损失10%-20%的有氧能力。就是如果你真的2个礼拜到1个月完全不跑，你其实会 drop。OK， 所以这是一个很 basic 的一个理论，大家记着这一点。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训练计划，不管是谁的，都是在based on 这个最基本的一个理论。我们讲到马拉松的这个训练，这可能是5年到10年哈，一个人可能会上升，刚开始的上升很快，然后呢慢慢的趋缓，然后到一个平台期，然后因为年纪或者是失去兴趣或者是 injury 你就不玩了，然后就下来，这是一个过程。中间呢有很多训练周期，你知道或者不知道哈。如果你参加比赛的话，也许你就全部 easy run， 那也是一种就是说 MAF 的训练。那有些人有不同的训练周期，就会有一些波峰波谷，所以我就很夸张的说，实际上是波浪形的。每次你 long run 就会好一些，然后你休息几天，然后这样的上下，然后一个比赛就上去，然后伤痛了就下来。哪怕是在平台期，也不是说你是有一个恒定的 fitness。那我的例子给大家看，这是5年，过去5年了，18年到23年，我是15年开始跑步的，但是我那个兔只能画5年的数据，所以过去这5年，我是19年的时候 PR 跟那个少帅一起244，他是238还是多少？所以我们都在那儿有 PR， 然后我跟少帅跑了很多场，我的那个水平过了这5年没有太大的 drop。就是说246，在 Napa 的22年的时候，我还受了一个很大的伤，把那个肌肉拉伤了 ，drop 了一下，后来又去那个骑车。这个 fitness 就是说 stress score， 我们可以开另外一个讲座讲，但基本上就是100分，100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天跑一个
LT 就是那种 all out 1个小时的量等于100。OK，然后这个 fitness 是平均42天，6、7、42就是6个礼拜的平均，过去6个礼拜的 stress level。如果你能到100的话，就相当于是 Boston training，这些 Tokyo Zone training，相当于是你过去的6个礼拜，你平均每天的强度相当于跑1个小时的 all out，就是那种 LT 的那种 training， 那的强度，那就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个分布的，因为你有时候是你比赛完了以后你会休息嘛，然后你比赛之前你要上计划的话，你会起来，所以它是一个波峰波谷的状态。那我受伤以后呢，我的策略有些改变。以前我是汉生吧，当然这个受伤跟汉生没什么关系哈，这是我自己想跑快，跑一个100米什么的，把自己拉伤了。我到后来可能有采取不同的策略，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的那个 stress level，你看我到达的那个 fitness，我的平均的那个花的 effort 比以前小了，但是我年纪大了，4、5岁，但是我的 performance 并没有 drop 多少。这个是在 Tokyo 以前画的图，Tokyo 的时候是在这儿，这是2年的图。Tokyo 的那个 fitness level， 我的那个能够支撑的那个强度是过去的，是在60的样子，大概是在60的样子，比以前100要低多了，但是我还是能跑到相当于是249的水平，248、249的水平，所以我觉得我的 training 是比较 effective 的，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 share 一下，就是说我自己的 approach。但是在这之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要干啥。翻5本书啊，少帅的最后讲，因为少帅的很多那个plan 是基于汉森的，所以汉森的先讲，再讲 AM 的，再讲 Daniel， 再讲这个 Hudson，OK，然后我们讲讲这些他们的计划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之前呢，给大家说一下我做的总结，其实那个K 总每个礼拜都在发。我有一个那 Excel，K 总那个每次群跑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表，你 click 这个东西，这个呢就是各种计划我们都总结好了，是我的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 document， 然后还有包子帮的包子哥也跟我一起总结了一下，有汉森的计划，然后汉森的全马半马计划，汉森的高级初级中级计划，还有汉森和 AM 的配速表，AM peak 55迈，然后18周、12周计划，然后 AM 的 peak 70迈的18周、12周计划，还有 Strava 自己本身带的 Strava 给你推的是麦克米兰的12周计划，Hudson 的计划，我这个礼拜才加的 Hudson 是那个5K Run Faster 它的20周240计划，这个是240计划，还有一个 Level 1计划 ，Level 1大概就是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之间的计划。然后 Daniels 的 2Q 计划我才加的，他的一个 Peak 70迈的2Q 计划，白教2016年的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这些都有。OK， 这个图里面还有很多。然后在最后这个 tab 是汉森 AM 和 Daniels 的总结，这个上面是2018年10月31号我做的读书笔记。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在那个南湾群里面都发给大家，每个礼拜都有。很多人还问我说：“哎，力哥，你的那个训练计划有没有啊？”我说有啊，在哪里啊？我说就在K 总每个礼拜发的那个链接里面。哦，没有点开过。这里面还有那个 Oregon Project， 我读的一些别的，就是 Oregon 这些专业的人啊 ，Oregon 在那个倒台之前，有毒品的这个Bad News 之前，他们的训练计划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些 stride 步频，就是说你的步幅跟步频的那个对应关系，还有那全马时间，这里面其实资料挺多的，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回到我们的 PowerPoint，这个有点扫不到，去哪儿？在这儿。我觉得倒不见得有这个必要去这么仔细去 go over 我过去5年前写的东西，我是照搬过来的哈。这个 PowerPoint 会发给大家，那个我要不在那个 link 里面发一下 chat 里面 ，OK， 你们可以自己看。
啊，少帅去哄小海豹睡觉了。我把 link 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是我看看我是不是我忘记那个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看 share 一下有没有restricted everyone with a link。OK， 看 view。OK， 我改了权限，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你们可以在边听的时候自己翻着看。OK， 我就给大家在这地方讲一下我个人，如果一个人问我在路上在电梯里面问我，你觉得 AM 汉森和 Jack Daniels 的区别是什么？然后我抓到脑袋，我想想看我怎么回答呢？我说呢，我首先会说那个，我想少帅可能也会同意，汉森很容易记，汉森这个计划，我都每个礼拜都是3个 workout，然后呢，好记到什么程度呢？这么多年来，后来我都不用去写计划了，我都背下来了。为什么呢？长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这是我2016年到2017年的 ，OK， 最后，然后2017到18年的，然后2016到17，可能有重复的 slides 在这儿，是不是 ？OK， 我去掉一张 ，sorry。OK， 所以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了，它的星期二呢就是speed， 就是那种跑得比较快的，什么12×400啊、6×800啊、4×1200啊，然后那个4×1.5啊，然后是这样的。OK， 基本上就是3脉加起来的速度训练，然后呢是星期二的，然后星期二一段周期以后呢就变成那种 strength 比 MP 快个10秒的，6×1、3×2、2×3这样的训练，然后星期四呢就是666、717、888、999、10，很有意思，所以我已经跑了好几轮了，那个汉森计划666、717、888、999、10这种tempo， 汉森的 tempo 就是马拉松配速。然后周末呢，就是什么10迈呀、14迈呀、16迈呀。汉森的那个 long run 是说16迈，OK，所以他要求你跑得更多。所以我就觉得，你问我汉森有什么好处，就是每天都得跑，基本上每天都跑。他其实有一天星期几啊，星期三的时候可能说你可以休息，但基本上他的那个 advanced plan 是每天跑的。在这儿，对。这个地方 advanced plan， 他说是 Wednesday rest，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是每天在跑，所以他计划长这个样子。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然后它的配速呢，你跑多少，就是说时间，我总结了一下，它这个配速并不是在一个表里面，所以我去把那个书读了一下，然后把它那个配速表放在这个地方。特别是5K 配速 10K 配速没说嘛，然后但是它有秒数，所以我把那个秒数写在这一边了，和我后来查那个 Daniels 的 VDA table 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换汤不换药。他们的那个训练要么就是在 MP， 要么是在 LT， 要么就 LT 是汉森的 strength， 要么就是那种 R interval 啊这些的比较快的速度，比 MP 快个45秒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那个他们的简单的区别。汉森比较 structure， 然后比较容易记，每周呢比较 repeatable， 然后也分周期性的，每周3个 workout。AM 呢MP 的训练不是很多，然后每周它的那个课表不是很 repeatable， 你不看课表的话，你根本就记不住，所以你必须得去看课表。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区别。那 Jack Daniels 呢，他就有些 2Q 计划就没有什么浪的配速，他要么就是 easy， 要么就是那个 MP 和那个 LT， 他没有那个 easy 和那个 MP 之间的这种浪的配速，他特别 focus， 因为他是给国家队用的，他们不怎么跑比 MP 在 MP 和那个 easy 之间的一个配速。这中间还有很多很细小的一些东西，我花了很长时间准备，我要把它念完，可能我们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 skip 这些东西，我们讲一下，训练计划，还有一些 terminology， 对一些新来的，就是马拉松训练到底是搞什么东西，我们简单的，飞快的说一下。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强调，马拉松计划之前，你得跑个1-2个月的步才上哈。你别觉得马拉松计划也包含了 base， 不见得的。那有些可能是长达半年，就是
4624，有的时候24个礼拜以上的可能包括 base， 但是一般来说是没有的，你得要先有一定的跑量才开始。程咬金几招，就是你跑步呢，你能跑多快呢？就几个 zone 吧，你要么就是 easy 跑的 easy 一些，你要么就是 T 就是比赛的配速，要么就是在 easy 和你的 tempo 之间，在汉森里面 tempo 就是马拉松配速啊。那他的浪呢，在 Daniel 里面就算是 easy 的 category，OK，他并不见得把它专门分出来。那 strength 在很多地方，在那个 AM 里面叫做 tempo，所以不要搞混了。然后在别的地方叫 LT，就是 lactate threshold。然后 speed 是叫做就是比它更快 interval 啊，fartlek 啊这些，所以这几个 zone 你要记 terminology 你要记得。所以你读不同的计划的时候，这些一个数字，比如说18E就是8迈的 easy，然后16L就是16迈的浪，然后10T就是10迈的 T。假设你的单位是英里哈，因为少帅写的书单位是公里，面向的是国际单位。好，关于这些easy、浪、tempo、strength 和 speed 的好处，请大家自己去看书这边列出来了一下。然后那个你的终极目标呢是让你的这个有氧能力变高。这个图呢，我自己算了一下哈，这个是211水平的，这个人很厉害。左边这个人他是20岁的男生，然后 high mileage， 我估计周跑量可能100迈以上。然后223的 PR， 你想想看，223的话可能是肖玉、大侠的水平。然后吃简单的 less processed food。他跑起来呢，他用的 carb， 他随着他这个速度的增加，他跑，比如说这是211的水平，237、310几，他跑到316的时候，他用的 carb 是58%，然后用的 fat 是能量哈，是42%，所以它有很大的一个成分能量是从它燃烧这个脂肪中获取的。你身体里面存的carb 是有限的嘛，对吧？你 burn 你的 carb， 你用的越少，你越 efficient。然后这两个线是这边平移过来的，你可以比较，你看这边，如果你是一个不是那么 metabolically efficient person 的话，你需要更多的 carb， 你可能会提前 burn out。很多人根本跑不到这个配速，这个还是一个挺强的人，能跑到237的水平。但是我估计少帅在这儿，这个可能是个 elite， 这个是个 sub elite， 这么说吧，就是你能跑到237，你可能84%都是在 burn carb。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是那个 Kipchoge， 或者是他那同伴们，他的陪跑们跑211水平的人，他可能跑的这个237的水平只用了，就是说29%都是从 fat 里面来的。这个东西需要大量的跑量积累才能够提高你的有氧。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计划里面跑量都是80%以上。我们只是说从距离上来讲，如果从时间上来讲的话，你想想看，你 easy run 是不是花更多的时间跑呀？对吧？你跑得更快的那些距离，你是不是用更少的时间 cover？所以你要按时间来算的话，你的 easy 可能是90%，都不是80%。OK， 这个是另外一个 topic，long run 的时间。那 long run 的时间，他说了，你为什么不要跑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以上的 long run？你画了一些重点，我就读一下。你呢，跑2个小时以上，就会把你肌肉里的 glycogen 消耗掉50%。OK，然后你在比赛的时候，他说 ，While this rate of glycogen depletion is acceptable on a race day, it's counterproductive in the middle of a training cycle, as it takes as many as like 72 hours 3天的时间才能 bounce back。所以你肌肉就很疲劳，然后里面的能量也没有，你要连吃个3天才能回来，那你那下面的3天的训练怎么办呢？你到底是在就是说 hurt 自己还是怎样？所以不要跑2个半小时、3个小时以上的浪。OK， 这个是汉森还有那个 Daniels， 就是说这些大教练说的。也许你碰到什么人说 OK， 我就这样我跑挺好的，跑多少呢？也许破3了。
但是这些教练他们的选手都是21级、20级的人呢，他们看过的人很多很多的，他们 study 成百上千的人，所以还是要听听专家人的看法啊，同学们。有些人不知道怎么跑800米和400米，或者是6×1，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很 surprise，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摁 lap key，就是说你有时候很 surprise，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什么事情，你要么就可以把表设好，就是0.5迈就是800米，差不多哈。如果是在 track 上的话，你内圈跑2圈，它是这样，你跑2圈，然后呢是800米吧，你可以摁个 lap，就是一个800米，表上有个 lap key，OK。那然后呢，你就再绕那个内圈再一圈休息一下 ，jogging 是400米。你当然也可以把这个 workout 放在表里面设好，它会提醒你。OK，就是这样的，很简单。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人在座的所有人都要学会怎么样去摁那个 lap key。那个 lap 其实就是给你在你的记录里面放了一个 flag，说新的一段又开始了，他就把你这一段。就是说从上一个 lap 到这个 lap 的时间给记下来。我们的 default 一般都是英里，如果是公制的话是公里。我们的 default 一般是英里，在美国。6×1也是一样的，6×1的1/4迈其实就是差不多是400米的样子。OK， 跑个1迈，就是说 LT， 他说的是比 MP 快个10秒，其实是15到20秒都可以的。然后你再 jog 那个，就是说1/4迈400米，然后再开始下一个。OK， 有些人问怎么跑这个 interval， 我很 surprise， 他们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摁 lap key。汉森的计划在这儿，它是advanced 的配速表，我说了做出来了，然后这个计划也有。然后我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大家仔细看左边，以前我这边放那个不同的比赛，然后放它的时间，我把这个表换了一下。我把它每个计划里面的那个用 X 光照了一下，把它 MP 的里程数拿出来，然后 LT 就是那个 strength 的里程数拿出来，还有 speed 的里程数也拿出来，从里面抓出来，然后累积在下面，然后算百分比。所以一个汉森高级计划，它的跑一个马拉松跑了924迈，哎，100%。然后呢，它的 MP 的配速 MP 是13%，只是距离的百分比哈，不是时间的百分比，距离是13%，然后 LT 是5%，比那个 MP 快大概40秒的那个，就是说 interval 的速度是3%，所以加起来是20%的样子，这个比 MP 快的。然后你看80%是 easy run，你还是要同学们你要记得，我们说的是距离，不是时间。如果你在 scale by 你的 velocity。你要算时间的话，这个80%可能是85%，然后剩下的20%可能变成15%，所以你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OK， 最下面的大部分是 easy run。那个我这边的 easy run， 我把 L 也放进来，因为 L 在那个，因为我读了那很多书里面，他们有些书里面不见得把那个L 单独列出来做，所以就叫 easy， 那就是 moderate。所以你不到 MP 的，它都叫差个30秒、40秒都叫 easy。所以记得这个数字哈，ignore 这个 Boston， 因为 Boston race 是在 Monday，别的 race 一般都是在星期天。这个是 beginner 18周计划，那个大同小异，就是你的 long run 可能少一些，它的 tempo 也少一些，好像，但是666、77、88、99、10，可能这个稍微有些区别。我们接着讲《Advanced Marathon》这本书，这是 example。少帅以前讲过那个，就是说马拉松它是分阶段的，其实就是，你 base 呀，然后你就 ramp up build up 呀，然后你就有 peaking 啊，然后你就 taper 啊，然后就比赛，然后就 recover，基本上就是这些。它会叫不同的名字，有人叫 endurance，就是你可能是做有 base，然后在 build up，你就是跑一些 LT 一些 strength，跟那个。汉森是类似的，汉森也是有很明显的这个阶段性的。你前面的时候你在 build 一些 VO2 max， 然后离比赛越近，你越 convert to MP 配速。你看 MP 配速的这个时间上就越来越多，然后这边就是越来越接近，就比 MP 快个10秒，你就会越来越接近。
然后你的那个，你现在如果是 Boston 的话，你现在离3周的话，你看到你的那个里程数是从63到53到55到29，那基本上就是在1/3的在递减。我们如果看那个AM 的计划的 example 在这儿，大家自己请去看书哈。然后这边是4个计划，是AM 的55 peak 55，然后18周，这个 peak 55迈 per week 12周，这个是 peak 70周，70迈 per week，然后18周计划，这个是12周计划。我算了一下，它的比 MP， 就是说和 MP 的这个里程数从里面抓出来17%，OK。那这个更高级的这个计划是把这个越高级的这个计划，其实你堆积的更多的是 easy 的里程，倒不见得就是说有，你可能你的那个比 MP 更多的里程更多一些，但是你堆积更多的其实是 easy run 更多一些。你回来看这个简单的55，这个可能是给330啊310几的人准备的，这个可能是70迈，可能是给3小时或者25几的人准备的，或者女生你想跑到I don't know 310几310几，可能需要到60、70迈。这个计划里面有更多的 cross training 或者是 rest， 这个里面就只有1天的休息，对吧？你跑5天，你累积的这个 easy run 变成从83%里程数到89%，对吧？然后你的那个 MP 的这个顶尖可能没有差这么多，actually 还少了一些，很有趣哈。135，这个是119。我估计你跑得越快，你可能 stress level 就越大，它也许会让你不要跑这么多。当然这里面有些分配 MP Plus 不光是 MP， 还有 LT， 看怎么分了。它可能就是 LT 的训练更多一些，所以 MP 的少一些，所以总的里程数可能少，但是它强度可能会增加。OK， 我没有细看，但是这个是 AM， 我从来没有 follow 过，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Daniels 是一个大拿 ，OK， 这是所有人的老师。我在16年的时候，刚开始跑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听他 YouTube 上的那个访谈录啊这些的，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合理利用时间呗。他有这么多种，他有6个 approach， 每个 approach 里面都有 N 个计划。我以前以为他是光是给那个专业人，其实他还给那些就是说恢复健康的人，就是边走边跑的人，就是说来有计划，叫做就是说真正的 beginner。然后我用了他不少 2Q 的计划，然后自己后来，然后他还有 2Q 变成 4-week cycle、5-week cycle，还有一些按照时间的，你就18个礼拜，你就12个礼拜。他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得要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承受能力，你的 preference 来准备你的比赛。这是他的中心思想，因为他是国家大教练。然后他都不 bother 给你告诉你 easy run 的那个5天跑什么，他告诉你2Q 就是一周两练 ，OK， 一周两练的计划，然后告诉你18周，然后这周呢这个里程呢是你 peak 的80%，比如18周是80%， 0.8 的意思，0.9 0.9，这个呢就是100%的 peak。然后他会告诉你第一个 hard workout 是什么，第二个 hard workout 是什么，你自己选，你要么礼拜天、礼拜三、礼拜四，让你隔2天到3天的时间来跑这些计划。然后 easy 的里程数你自己去填，但是他告诉你一周你要跑85迈 ，OK，peak 是85迈，最少要71迈。OK， 我也把他的MP 啊、tempo 啊、interval 算下来，分配和别的计划是一样的，也是80%多是 easy run， 然后这些程咬金三板斧基本上都几招，就分散在各个他的这个计划里面。然后 paper 呢，在这儿看，OK，我又把它放在我们的 Burn 的这个 share 的里面了。你要想去参考的话，feel free，OK，但是我建议你去买书哈。这个是18周计划的每一个周的里程的 fraction，OK，这个算出来的里程数在这儿。MP 在这儿 ，tempo 在这儿 ，interval 在这儿，repeat 在这儿 ，easy 在这个地方，easy 81%，然后 MP 8.5%，tempo 8.6%，所以他很强调这个 LT 的训练，比 MP 快的。这我从里面给抓出来的这些数据，我就说照一下 X 光 ，OK。
那个 interval，少帅有时候会跑 fartlek 那种，比如说1分钟 on and off， 这些都是很少的，比那个更快的100米、200米的就更少了。OK， 它就没有浪的配速，你注意看到没有？它是 laser focused on running the race， 它要么就是比 race 一样的速度，或者比它快一点。他在训练的早期，可能他说你可以比你的训练的 MP 慢个2个 v dot， 就是慢个可能5秒、10秒啊这样的。但是它没有浪。OK，Hudson 是有本书叫5K 和那个就是说 Run Faster from 5K 5K to Master。我们的 Hudson 这个人，他有个学生是 OTQ 就在 Palo， 他有些学生是在我们这边的，跟少帅都是朋友。有时候他发一些那个 Instagram 里面就有那个少帅或者我们拍的照片，他的学生。他强调的是那个很多 hue stride，OK，虽然是绿色的一些 easy run， 但是它基本上每一个 easy run 都有些 stride。别的人也都说了哈 ，Daniels 也说，他一个礼拜 easy run 里面你要养成习惯，跑个7、8个 stride， 一个 stride 10秒钟，是跑1迈的 race 速度，不是你跑100米的速度，是1 mile 的 pace， 那基本上就是跑400米的速度。OK， 你有些人就跑快，很容易受伤的，像我就自己把自己玩命的跑个4分配速，然后就歇个半年、1年多。然后持续就是不断的拉伤，所以别干这种傻事儿。你练马也不是练短跑，所以这个是 Hudson 的 plan。这个 plan 是给240的人准备的，因为他最后透露出来，在他的 plan 的那本书上写着那个 race final race 是239他的 goal。OK， 那另外一个 plan 是 level 1的 plan， 这个就 rest 更多一些。OK， 然后我画了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长什么样子，这2个 plan 的 weekly mileage 不算 intensity 哈，只算它的 mileage。它都有个周期性，先是 build， 然后呢它有4周有一个休息，4周有一个休息，4周有个休息，所以你强度越大，你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因为你跟别人并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OK， 你跟的筋骨跟别人是一样的，你跑得快，你就得休息的更多一些。所以里程数 level 1是40多迈到50的样子 peak， 然后 taper， 所以说那个我们说那个怎么样 taper 呢？基本是线性的 taper 下来，就是你有3周的时间的话，你得1/3的减，马上就有faster 的，你减量，但是不要减质，还有一些 tempo 啊级的你需要维持。少帅，对吧？少帅回来没有？他送我的书，然后给我签字。少帅也是我们家的客人，带着花来。有一天假装送给我一个礼物，然后我说不要客气啊，太客气，还送我什么礼物？一个卡片，打开一看是小海豹的那个在肚子里的照片，我非常的为他们高兴。那已经是那个小花豹，就是1年多前的事儿了。那个你可以买本那个少帅的书，有电子版。他当时说哈，他说我非专业长跑教练，但是现在少帅已经是那个 USATF 的认证的教练。我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少帅其实花了2、3天的时间，然后去上他们的课，然后考试，然后那个认证。所以少帅说不定有时候会当教练的 ，You never know。OK， 他说那个怎么样选择自己的去。We有 100 people。OK， it's all right。他说那个有很多理论，他说的这些我没有看那个 Helgen 这个书，但是别的我都 cover 了啊。他说Brett Hudson 还有 Advanced AM、Hanson Daniel cover 他没说，大部分都类似，就是说你找到一个自己认同的你就可以就行。然后效果显现需要4到6周，
说没有不受伤就是好计划。稍微很贴心的给出了那个花花的，基本上是要么是他自己，要么就是花花自己的芝加哥破4计划。OK，有一点你要注意，就是公里哈，不要把自己吓到了，这个是公里。然后呢，我给稍稍纠错，这个后面不是50，这个 taper 是从56公里到55到39，然后到18，因为比赛是42.2公里嘛，对不对？所以是那个18加42是50、60多，不是50这个地方，小小的那个 typo。如果你想破4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很多那个汉森的signature 在里面，你看程咬金的3板斧，他告诉你跑这些速度 ，OK 都是一样的。我说 speed、strength、easy、tempo、long 这些的，他当然改了一下，加了 long 里面加了 tempo，但是他一周只有2练，因为他不是像汉森一样一周跑3个，一周跑2个。然后这边是4乘1600米，它是用米来算，但是我们是1609米是那个一迈嘛，所以你就读成4乘1，2乘就是2乘3这样的，2乘2，对，2乘2，2乘2，然后19浪啊这些的，这是400计划，330课表。最高呢 peak 是53迈，这个有点像汉森的 advanced plan。OK， 他说你一周要练6天，然后最高是53迈，然后一周有2到3个这个 hard run。OK， 这边基本上就是汉森，但是减了一些，可以看出来他也有10T 10 tempo 啊，16公里就是10英里的样子。OK， 它有一些浪。然后从那个53迈降到51迈，降到39迈，降到19迈，你要 taper 下来，但是它并没有省去，你要记得没有省去这个 10T， 也没有省去这个15公里的浪，也没有省去这个4乘1的 interval， 然后还有一个5公里的 tempo 在比赛前的星期4。如果你是礼拜1比赛的话，你甚至可以星期5跑一个那个3英里的MP。OK， 就你不要过度的 taper 意思。它有一个破3的计划 ，OK， 破3计划也是按公里来算的，最后的 taper 是66迈、63、49，然后到26，所以是那种1/3这样降下来的 ，OK， 然后它的质量训练也没有减，这就变成汉森的计划了，基本上就是2乘3，但是它加了一个800米在这个地方，8乘800米。一般汉森是6乘800米在前面，但是他把这个移到这边来，可能是 boost 你的 VO2 max， 这个对年轻人是有好处的。我一般可能不这么跑，我可能还是跑6乘1啊这些的，3乘2，然后他有一个2乘1，在最后一周他跑了2乘1，然后有一个3T， 我一般在最后一周可能类似吧，但是也许没有这个，但是3迈的 tempo 是有。还有他自己的课表。OK， 这个是少帅自己的240课表，但是现在跑到235，的样子。所以他自己也是基于汉森，当然最近哈，这是在写书的时候，那都是一段时间前了。那现在呢，他至少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跑10T，OK， 然后最后也是有2乘1 3T 这样的，然后他的那个减量也是146公里到132到96到56，OK， 就是递减，但是它的强度并没有完全 remove。斌哥做了一个那个访谈录，他也在访谈录里面提到了，很多人在南湾区里面看过。我争取还有7分钟，就是说怎么样选择配速。汉森里面有这个配速列表，我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你给自己去看哈。汉森里面的列表，配速的列表，你跑什么样的马拉松目标配速就有一个列表，你这么训练，但是你在那个训练周期的前面，你可以比它慢一些，慢个5秒10秒是 OK 的，你可能跑不到那儿。很多人有这个误会，说你要练330，一定要跑进这个，比如说 tempo 801，不见得，你可能刚开始几个礼拜跑这个，你可能把自己 burn out， 你可能还没到这个水平，跑下来把自己累得很惨。还有这个 recovery， 你可能一般来说我不建议大家一定要跑进 easy run 它的这个配速， easy run 你能做 easy 你就做 easy，
但你的目标 priority 是保证你在 hard run 的时候能跑进你 hard run 的配速 ，easy 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时间跑到就行。当然这是我的看法 ，OK， 对于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可能比较合适一点，因为我们恢复的比较慢。我们还说什么来着？我们说到Daniels 是查一个微大的表，关于这个微大的表，我们可以专门开一个课讲那个 Daniels 和他的学生在1979年，我才几岁，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拿了好几百个人，他是国家教练，然后那个用他们的那个 VO2 max 测量的值，然后找到了不同 race 距离的他们的 VO2 max 消耗，画了一个efficiency 的 curve，然后不同的距离的时间内，你用多少 percentage 你的 VO2 max，然后用此做了一个表，那个表呢是一个 experimental 的一个 results， 很准的。你找那个表，找到你的半马距离，查你的马拉松全马距离，找到你的 VDOT number， 就是一个 pseudo 的一个 VO2 max 的 number。我觉得市面上很多 app 都是根据那个表来，就是说来做的。你查到那个 VDOT number， 然后再去查你对应的那个不同的 MP 啊，然后不同的这个 tempo AOT 的配速啊，你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都是从它 copy 过来的，因为它已经在那儿40年了吧。我多少岁，他们可能就多少年了。所以，请保守训练。然后呢，你刚开始训练的时候跑不到够pace，请那个面对现实。OK， 你别觉得一定 BQ 线就是你的 goal， 不见得。你跑到比 BQ 线慢一点，那 BQ 可能是下一个比赛的 goal。你 overreach， 你一定想去拿自己现在不该给你的。就是说你想去透支未来的东西，你就越想要越没有，你最后可能就会受伤，你永远都拿不到。那有些 case study 我怎么玩的？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16年全部汉森，这些汉森，然后16年、17年到18年也是全部汉森，各种比赛都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每天都跑了，OK， 每天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我也建议大家 either one way or another， 你可以用app， 用 Excel 或者现在用 Training Peaks 呀，用 Strava 呀，你得有一个记录。我最近写了一些 code， 我可以从大家的 Garmin 的那个 zip file 里面把5年的数据全都抓出来，然后每个 lap 都有，所以我也可以帮大家分析这些记录，就变成越来越自动化了。以前可能还手写，现在我就写程序来做这些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日期的改动哈，这颜色就告诉你 interval speed，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嘛，可能很完整的、很准确的在某一天跑某一个，所以很多 adjustment 你可以看，但是每个礼拜基本上都还是把这个 workout 跑了，有的时候可能会错开1天2天，然后等到2022年，就去年的时候，我的 strategy 就变化，因为我受了伤，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支撑不了一个礼拜3个hard workout 的训练，我觉得恢复不了。人老了，我必须得面对现实。我想很多人你可能不想承认，你还是得要面对一下现实。那我的 easy run 的那个 percentage 就更高了，但是我确定把我的 hard workout 跑好，所以我就变成1周2练，就是1周2个 workout 的计划，然后效果还是不错的。柏林2个柏林，然后纳帕跑了246，对吧？然后罗马248、249这些的。OK，我简单的 cover 一下我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小节，还有3分钟的时间，留点时间给 Q&A。说科学的马拉松训练都是就那么几招 ，OK， 就是不同的速度、不同的组合，然后你要 super compensation， 你要练完以后，你得给它时间恢复，你可能变得更强壮，你不能越练越惨，对不对？那循序渐进，寻找合理的训练目标，持之以恒，但是不要去无谓的消耗意志。我觉得你的意志，你要永远记得，意志是个消耗品，你用多了它就没有了。你把那个跑缸留在刀刃上。我看有些人一跑一个浪，跑20多迈的 MP， 然后比赛呢，人家不见了。我说比赛呢，让我去帮他去拿币，为什么呢？受伤了。
就是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 feel sorry，我也觉得很遗憾，对吧？Just don't do that。对，怎么说都不听，我给他们劝他们，他们不是很听得进去。我发现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大家不见得能听得进去的，直到自己受伤了才听得进去。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鼓励大家，说不定，早点受伤，可能会好一些，你自己才能相信。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我过去也听不进别人给我的劝告。就是说上升期有很多红利，有很多人不管怎么练都会进步的，除非你那个 overtrain。那平台期呢，你真的到了平台期了，就像很多人坚持的，就不是说对于成绩的追求了，就是我想保持一个状态，能跟大家一起去到处去玩啊，然后自己 enjoy 这个 training 和比赛。然后我们年纪的增长，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要比以前跑得更快，OK，你比以后跑得更快就可以，这点不是特别难做到。所以慢一步海阔天空，然后请大家保持自己准确的数据很重要，就是你的心率啊，你的 GPS 呀、你不要不要把 lap 设成2迈什么3迈什么的。如果以后谁帮你分析数据，因为那个 lap 5迈，骑车是5迈一个 lap，所以很容易搞混的。骑车跟那个 ski 啊、坐船呀、什么的，请你把那个数据搞清楚，这样的话，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你知道吗？未来也许那个 GPT。或你把数据给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做，但是你的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对吧？你把烂数据给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你要请教练的话，那教练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帮你清理数据。我 actually 是好几个人，我花很多的时间帮大家在清理数据，不是那个给计划倒是挺快，但是那个 make sure 他们的数据准确倒是花了不少时间。然后调整课表，你可以自己琢磨，也可以请师傅、前辈，或者是请专业的教练。好了，9点整，算上 K 总刚开始放我们鸽子，我算是谢谢伊利，谢谢伊利。好，开放给大家回答问题，可以在 chat 里面问，也可以那个 unmute。OK，我看少帅8点47分回来的，我就把少帅的书厚颜无耻的全都 copy 过来了。勾引大家去买书。当然这本书这本书确实是我买的，我还买了好几本呢，我买了4、5本到处送人，所以 OK， 不是少帅送我的，是我花钱买的，当然也许有 discount。不会这么安静吧？我们100多人呢，有没有问题啊？还是大家不知道怎么 unmute？ 我填个空白好了，趁大家还在想问题的时候。好，就是我当初会有一个自己开的课表，主要原因有几个啦。一方面，其实就像力哥说的，汉森的好处跟坏处，我觉得双面刃，就是它太单调简单了。一样的课表，然后每周不断重复进行，然后对于大多数的人，在第1个周期、第2个周期、第3个周期，也许都还能够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至少对于我本身来说。但是你重复进行了4、5次，假设你1年跑2个马，然后你跑了2年、3年，你会发现幅度越来越小。那也许是你已经逼近自己的极限，或者是进入所谓平台期。然后你又会觉得这个课表，因为它练的东西其实就是在 LT 附近嘛，还有 MP， 它对于本身你个人的刺激已经比较有限，所以它对于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能力还是很好的。但如果你要再有进一步的突破的话，我觉得就会需要其他的东西。那如果你去看汉森他的附录那边，他也有一个 Elite 的课表，那边它就会有一些你会觉得，哎，这东西其实前面 Advanced 的课表里面没有提到，但它有点像，结构上有点像，然后我就会把那些东西再加到我自己假设说240的课表里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汉森基本上它只有几个版本嘛，就是Beginner， 然后 Advanced， 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它有一个 Just to Finish， 也许是另外一本书。那
一本书。然后，然后其实如果你把它想象成5小时、4小时跟3小时好了，那中间还有很多3个半小时跟3小时的人要练一样的课表吗？3小时的人跟2个半小时的人练的课表会完全相同吗？你自己可以去思考。那在汉森的这本书里面的框架里面，基本上你能得到的就是它的架构是一样的，然后它的配速不一样，但他没有告诉你说你从3小时提升到2个半小时，除了配速的提升以外，你还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才会有4小时、3个半小时、3个小时、2个小时40分的课表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那4小时的课表，就像力哥刚刚讲的，基本上是，那时候是我太太花花，她要跑首马，第一个马拉松，然后她目标就是4小时，然后，我那时候唯一的目标就是她只要能够一步不走的跑完，她就能破4。其实你把破4想的，其实很多人目标其实就是破4，但你想破4，其实就是跑个9分迈吧。那以年轻的不管男生女生40岁以下，你说跑个9分迈有很快吗？基本上不会太快。那基本上你欠缺的是连续跑4个小时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讲，一个礼拜练3个workout也许不那么 efficient 啊。你其实就是需要很大量的有氧基础去打底。然后你也许2个 workout， 一个去刺激一下你的速度，让你知道跑快是什么感觉；另外一个把你的 long run 渐渐的拉长，那也许就够了。所以才会我才会做这样子的更动。简单来讲，就是4小时以上的课表，我越偏向于把有氧基础打好。那也许到越后期，你就会看到我做更多速度刺激的东西等等的。这当然都只是我自己的体会跟理解。然后汉森也在 Burn 里面被非常多人100个人使用，也非常有效的方法。我也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但我还是建议，如果要跟汉森的话，不要只看课表，最好去买书，然后理解为什么每个东西这样练。你练的时候会比较有底子，然后你也许练过1次、2次、3次之后，你就会知道我的短板在哪里，我要加强该怎么做。然后配合 Brett Hudson 那本书，其实它的副标就是 Be Your Own Coach。我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就无论你有没有一个 coach， 你somehow你还是 Be Your Own Coach。你今天早上起来状况80分，你不可能打电话跟你的 coach 说，我今天能不能调整课表？但如果你心里有一把尺的话，你会知道，我原本要跑6乘1，我今天不行，我也许跑个5乘1，或者是我第一组稍微放慢个20秒，那也无所谓，因为其实目标是后面的2、3组能够完成，那就是100分。你就会有这样子的自我的想法去更正，大概是这样了。有人在问你的书怎么买，我就点了一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的链接，在第10页的地方有个链接。现在 Kindle 是9块8毛钱。对，我基本上就是建议就直接在 Amazon 买了，因为纸本的话要从台湾寄来也比较不方便。对，纸本印得很淡，好不好？看不清。对啊，那个就我承认纸本确实，我觉得那时候印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电子版其实比较符合。连我爸都在看，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看。可能有图吧，看看有没有你。里面有照片是我拍的哟。好，谢谢借的介绍。我看 Jessica 在不在，要不要讲讲有什么感想？对训练计划。我觉得力哥和J 讲的都挺好的，而且非常全面的分析了几种训练方法，就是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几种训练方法。我想要讲的感想就是说呢，我现在发现有不少朋友啊，他有一种可能比较着急想要 BQ 啊，想要一下子要提高很多。那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循序渐进，这是一个训练马拉松的基本的原则。那有的朋友他容易会
就觉得哦，我看了这种计划，那波人又训练那种计划啊，他们就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不同的计划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呢进行叠加啊，就是如果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训练你这个 Hanson 里面的 Tempo Run。或如果跟那个 AM 计划中的 T，又混淆起来的话，就会给自己加大强度。那这样子加大强度的话呢，就是非常有受伤的危险。对，就是说这个大家要明白，我们是看到过不少朋友啊，他们就是either在 long 里面再加强度哈，看哎那个。AM 计划里面的朋友都在用跑一个浪，有什么带12迈 MP 的啊，什么14迈 MP 的，哇，觉得哎呦，我这人好厉害。那是不是我也？那如果这个人平时练的是 Hanson 的，然后自己又突发奇想了，想周末也想加一点，这样的话呢，这真的是会把自己给 burn out 的。这个就是要非常小心的。另外呢，就是说休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要在马拉松，训练要得到提高的话，除了训练之外，那个休息，那 easy run 啊，就像力哥常强调的那些，都要对自己啊，要合理一点，就是要慢的时候就要慢，因为我们锻炼的是不同的休息系统，在恢复你自己的。这些身体的这些机能的话，是需要静下心来，要好好的去跑那些 easy， 不要把 easy 又跑得很快，来，那都是有目的的。所以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些这些书，因为这些书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运动的机理在里面。那你理解了以后呢，就可以，就是可以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在你的平时的训练当中做自己的教练，对吧？对。OK Lucy 问了一个问题，说开始跟计划前怎么确定自己的 MP？ 要不要 Jessica 你来回答一下？对，这有不少朋友是这样子的，一开始是没办法，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就是我比赛的那个目标就是自己的 MP 啊，就要从一开始就要练。那一开始的话，每一个计划都需要有一段起码4周或者以上的 base 阶段，对吧？你要对，有的是6周，对吧？那你要少一点，4周是肯定要的。然后呢，越多越好，是这样子。然后你通过这些6周的 base 的训练，一般都是跑 easy 啊什么，你就有氧的基础在那里的。一开始先要给自己一个稍微低一点的，就是说一个配速的目标 ，right？ 你要看看你的心率在哪里 ，right？ 你有时候稍微跑快一点的时候，你的配速和心率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这要自己要去摸索的。然后呢，你慢慢的，你的基础打好了以后，你就可以跑更长。然后速度还可以更快一点 ，right？ 你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来找你的那个 MP 应该怎么样？我们通常这个 race 的 MP 一般是在你比赛前3、4周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能找到。你跑那个 T10 或者是就是说10 mile 的 MP， 你在跑那个10 mile MP 的时候，你的心率、你的轻松程度，你差不多就能找到。OK， 我能在这个配速下维持10迈，你的 confidence level 是多少，对吧？然后从那个心率啊和你的轻松程度啊，你在跑那些 MP 的时候是那种感觉，你差不多就知道我跑比赛的时候我跑多少配速，把握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从一开始，我对我的那个我的经历的话，如果我跑过一次那个原来的那个比赛，来那个马拉松比赛，那个 MP
我差不多知道了，但是我要进入下一轮的比赛准备的时候，我通常会在训练的初期，我的 MP 的目标会慢它30秒开始，从30秒开始，20-30秒开始，然后慢慢看我的那个进步的情况，来，我能不能超越以前的那个？我如果练得好，我可能会超越，会更快，来，但是都要根据你训练，实时的要进行一个 evaluation， 一个评估，来，你可以找教练啊或者前辈啊，帮你看一看你的这个 log， 你现在进入了什么状态，来选一个合理的 MP。对一个从来没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呢，就是说，可以定一个小目标，然后看看，尽量是非常mild 的，稍微那个不要一下子就是要一个好高骛远的高目标，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比方说你练了3周，然后来评估一下，然后再下面3周看看你能不能吃得下来，能不能再快一点，对吧？一步一步来，这还是循序渐进的一个方法。对。我给一个稍微不同的答案，它开始跟计划性，看你以前跑过半马啊这些没有。如果你跑过半马的话，以你半马的配速加个10-20多秒的样子，可以，就是大概就是从那可以开始，你有个 base 嘛。你或者是你更 seriously 你去查那个 VDOT table， 就是你跑过10K 啊 race 啊或者5K 啊，你可以查一个表，那个表在网上也可以找到，在那个书上也有，然后你可以大概说对应你现在这个距离的这个配速，然后相对于你的马拉松大致会多少，别人会多少，当然你可能还没有练到那个水平，但是给你一个 ballpark number， 因为你跑短的肯定比跑长的要快一些嘛，对吧？所以有这么一个 table 叫做 VDOT table，非常的好用，希望回答了 Lucy 的问题。我给大家再说一个东西，就是说大家都跟计划哈，所有人都跟计划，但是呢，最后的 implementation 真正跟完计划以后跑出来的这个 easy run 和那个 long run， 还有 MP run， 还有LT run， 还有那个 Road to Max run 的分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么10好几号人。那个有些是我学员，有些不是，有些是 reference， 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 easy run， 一出去呢就是在那个 MP 附近，你知道吗？很辛苦，也跑得比较，就是效果也不是很好，就是进步很慢，然后自己搞得那个平均的那个里程还比我少，然后他的那个 stress score 还比我高，我就觉得我比你高个，我一周跑50-60迈。有些人可能一周跑个40-50，然后他们的那个相对他们的 LT 配速来讲，他们的 stress level 比我高的，所以你 easy run，这个是我1号是我，2号其实是少帅，就是说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有些 example 就有很多的这个时间放在那个 easy run 或者 recovery run 这个区间，然后是个金字塔型的这个结构，你的那个MP 就是说 MP 和那个 LT 的这个是一个金字塔的尖儿，在这个地方，你的有氧 base 还是大部分的时间是这个 easy run。同时在我们的各个这个 training plan 里也反映出来，给大家总结了。你把那个做个 X 光，把它那个比 MP 的那个距离拿出来，你算一下，其实就是不到20%，15%到20%，然后你再算上时间的考量的话，他们就可能15%都不到。OK， 这个是过去5年里面的一些真正的我们的队员的一些数据。然后波峰波谷可以看出来每天就是每个比赛每个周期上去休息上去下来，你不能一直，这是我受伤的时候，你不能一直都在训练，因为人的身体不能够一直承受很高的这个 peak 周期。我不知道 Jessica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少帅也有。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不训练的时候跟训练的不是不跑步哈，我是说不上计划和那个比赛完以后，那个马拉松比赛的这个成绩差30秒是很正常的，就是差个15-20分钟。240的选手跑3小时，有的时候可能都跑不下来，你知道吗？我比赛 peak 时候跑250，但是我跑310的话，我还得训练一下，我可能就是不会拔腿就跑个310的，可能会跑爆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周期性是非常重要的。
好，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如果比如说我要跟计划，那个计划最长的是18迈，但是我跑得很慢，18迈我不可能3小时之内完成，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跑3个小时，就停下来。不是停下来，你要算好，你就跑那个1个半小时往回跑，这3小时你回到你车的地方就好了。你 OK， 谢谢。对，其实根据你的配速可以算出来，你那天应该会跑多长时间。比方说你觉得那个18迈里面你的配速，差不多要用10分 ，average pace 是10分，那就是18迈就是3个小时 ，right？如果你那时候是已经练到可以用9分半来完成一个18迈，那就在3小时以内了，你就是可以了。我加一句啊，那个 Jessica， 我发现这些跑20迈、20多迈很慢的这些人，他们的周跑量不是很高的，他们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周末的浪，所以就变得非常的对，不是很 balance。对你与其周末跑个20迈的浪，你还不如跑个16或者14+6啊什么的，对不对？你跑个2个半小时，然后你星期六跑一个14迈，然后你星期天跑个6迈，那不就是20了吗？他们有时候就星期六跑一个20迈，然后歇个好几天不跑步。不要这样 ，OK？ 你宁可就是说你把它拆开，把你的有氧 base 弄起来，你比赛的时候你会 feels better 的，比你这样一次跑个20多迈，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很容易受伤。肌肉疲劳的时候是很容易受伤的。对，我还想提一下的，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跑22迈浪的。那有的朋友他速度没那么快，你这22迈浪其实对身体还是有害的，需要很长的恢复的时间，那就很容易就是导致那个 risk 比较高，你就容易受伤的。那22迈一般是给那些你知道240啊，就是250啊，这些速度很快的选手，他能够在3小时以内，或者是2个半小时啊，哎呀，2个多小时，2个半小时完成，那还可以，就是搞这么几次1-2次其实就够了，不能就是每次都搞那么长时间，这个还是不容易恢复的。很不容易。我给大家说一个我的刚才的例子，就是我Modesto 去加油，我跑了10迈的 Easy， 然后10迈的 MP， 20迈吧，我就停下来给大家拍照，我走了4迈，就是我在路上给大家拍照，因为我跑了10迈 Easy 10迈 MP 以后，就是正好2个半小时，我完全 exhausted， 我就走了4迈，等着别人来，我再陪跑个什么9分配速啊什么的，那就跑了2-3迈的样子。我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我这2天都在走路，就是你知道吗？这个强度很高的，这个是我的算是一个 peak 浪了，就是有20迈里面有10迈 MP 的，或者是我以前跑20迈里面有16，有的时候有10几迈 MP 的那种，都是我的 peak 浪，然后要休息个3天至少才能恢复。这个问题我可以补充一个，迪丽，你要是能把那个就是你整理的那个 Excel 的那个计划打开一下。好，这个是 K 总每次大家发的 ，OK， 这都有的，有很多个 tab， 大家可能只开到第一个，但是实际上对，你把它打开，转到那个白教初级班计划。白教初级班的这儿，2016年白教初级班，对，时间对。这个当初这个计划做的时候，就是考虑了大家这个问题。迪丽，你要是能把字放大一些，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计划里面，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距离都没有，全是时间。所以，对于很多初学者，我其实非常的推荐大家按这个做一个 reference。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像它的 long run 的时间。他写了这个是白教初级计划吗？这不是，这是汉森的那个计划。这个是白教的，我看看啊。你对看一下白教初级计划。
是白教的，这个是白教的，它确实是有20迈，但是他可能给大家说了不要跑1-2个半小时，这是白教的不是，哎，初级为什么班，不一样？有个白教初级班2016，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我点的就是这个。你点的就，哎，为什么我看到的跟你看到的 easy？对，它这上面写的是时间嘛。easy 是时间，别的是时间，他这个 long 最后写了一个20这个地方。它这个浪写了一个时间，对对对。别的都是时间，就是但是这个浪写了一个 miles， 对。可能对我现在打开的好像不太，可能是别的原因吧。我这面看到的是不一，你这个是网上的吗？也是 Google 上的吧？Google 上的。对，它以前的 version 是浪是最长的是，像这个初级班也就是100分钟。都有个时间的转换，所以我回头我找一下那个，我可以到时候发给大家。就是基本上你们看到这里面，就是他写的很好，就是说他是用时间的转换。其实客观来说，尤其对初学者把握不好，用时间比较好一些。对，白教其实是根据那个 Daniels 的计划折的，Daniels 也有一些按照时间的，你可以参考 Daniels， 他把 Daniels 拿来当了参考。就是因为 Daniels 也有一些按时间来算的一些计划。对，然后我也同时可以 echo 一下你说的这个跑时间，因为就像我上周去作死了，上周跑了一个 Oakland 的5小时15分钟的 pacer， 因为当时是答应别人了，所以不好意思推，结果我花的时间大概可能花了1个半周才 recover 回来，真的是 terrible 经验。对呀，把你肌肉里面的那些储备都给消耗光了，很累的，很疲劳的，很多天你都会觉得很累。我明天还有个 workout， 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应该再push1天。好，现在还有你们都怎么定义中级、初级和高级啊？什么样的人叫初级，什么样的人是中级？这是2016年的事情了。就是说白教现在不管，他那个撂挑子，然后说那个助教你来弄的。当时我可以回答一下这个。当时定初级的时候，就是说基本上初级班就是完全的小白，就是说你只想完成一个马拉松的计划。大概中级班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是按女生，比如说希望跑得比较好，破4，男生需要跑一个3、5级，但是因为考虑到我们有很多年纪上的区别，就是说都有些人像我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基本上中级班是如果你想 BQ 就基本上可以了。高级班实际上是一个狠药，我觉得不是一个给正常的 runner 用的，就是说你需要非常 tough， 而且需要有很高的 mileage。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没有跑过马，看一下初级的。如果有经验，看一下中级的。高级班除非就是说像伊利啊，像他们这些有很长的 mileage， 有很多背靠背比赛的经验，他们可以去用一下，大概就这么区别。其实他的初级班也不是特别初级，因为那些 just finish 的那些都没有这些那个 interval 的训练的。我发现不是所有人都能跑 interval， 有些人很容易受伤，他速度快一点就会受伤。这是实践证明，就是有些人他就是适合于 easy run， 然后1个礼拜可能跑1次2次的 speed 就不错了，很容易就受伤了，因人而异的。那这些 training plan 都是 for 马拉松，有没有就是说，比如说你在 build up， 在 easy run， 就是说在打 base 有计划吗？还是说只有马拉松计划？有打 base， 有那种比如说你可以 follow 这种半马计划呀，这些的就是很好的 base。我在这边写了一个半马第一个 type 半马训练计划里面，你可以把它当就叫做 burn 周6欢乐半马计划，就是说每跑4天，然后呢周末呢就是跟大家在一起跑个4、5、6、7、8、9、10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别人跑得远的话，你中间折返就行了，中间3迈4迈啊这些的，这个东西只比美国心脏协会推荐的1周跑3次，每次半个小时多了一个 long run 而已。你可以先从这儿开始。谢谢。还有对那些完全没有跑步经验的人，当然那些人可能也许今天不会来听这个，但是你如果来的话，想开始跑
你可以跑跑走走，你不一定一直跑。比如说有些人现在体重比较大呀，正在减脂啊，或者是那个跑起来膝盖、脚踝有压力的，你可以 Daniels 有这样的计划，你跑2分钟，走1分钟，跑2分钟，走1分钟，可以很慢很慢，它可能就是12分、13分配速的跑，然后你累了你就走几分，那是 OK 的，这比你那个完全不动要好，对吧？然后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你的有氧base就会好起来，你就把那个跑的时间再加长，走的时间再缩短，直到你可以完全跑起来。我们家的狗在喊我了。我有一个问题是 Easy Run 和 Recovery Run 有什么不同？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定义一下这个不同？比你 MP 慢个2分钟以上的算是 recovery， 就是很慢。你可能比如说你的心率可能只有120多、110多，假设你的跑马的心率是160左右的话，你可能到110、120啊，这些很低很低的心率。有些有氧基础不好的心率下不来，那你也是，比如说你是9分配速的跑马的，跑4个小时的人，你可能要跑到9加2嘛，11分到12分的配速的这样子，很小的步子，然后就是跟别人聊天，你知道跑起来，然后跟别人说话，然后你可以完整的说一些句子，然后也不会觉得很累的这种配速，很轻松的配速。很多人都 tends to run faster， 他们就觉得我能跑快一点呀，然后就比较累吧，跑下来1个小时，就觉得挺累的。然后 recovery run 你跑1个小时下来，那个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还可以那个再跑，但是你就选择停下来，今天就这样到此为止。我还有一个补充哦，在那个就是选择你 recovery 的 pace，在 Hanson 这本书里面，其实它是给一个参考的，它的那个 page 92 to 93，对，那上面是，比方说你目标是4小时的朋友，你的 recovery run 它推荐是11分42秒，对，就是很慢的。那它还有一个叫 Easy A、Easy B 的那个的配速，那就是11分。那 Easy A 还是11分呢？那 Easy B 的话稍微快一点，那就是10分15秒。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还是非常慢的。那4小时你的 MP 是9分左右吧 ，right？ 4小时是909，然后那个909，对11分42嘛，相当于是你加了2分30秒。对，2分30秒。所以是真的，大家要 recovery 的时候，真的是要慢下来。那你是根据心率和来跑 recovery 或者是 easy run 呢，还是说就是根据你的就是你说的那个 MP 再加上2分钟，这样子2分多来这个表吧，这个表不是share给大家的吗？你按照这个表没什么太大问题。比如说你4小时的909的那个 MP， 你跑11分42秒或者更慢的这个，就是说配速都可以的。你当然那个时候自然心率也会下去了，因为慢了很多。我碰到的很多人，他们有一个很窄的区间，他们跑9分，跑4小时或者4.1几的，然后他们的 easy run 也跑大概就是9分半，然后10分的样子，就基本上是跑到 easy B 的这个区间。他们很少跑 recovery run， 他们可能心里觉得我练得不狠，我怎么能进步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练得太狠，然后他就进步不了。你练得太狠了，你的那些speed run 别的你跑不起来呀，你很累，你把你的能量都消耗完了，然后你该有质量训练的时候，你跑不好质量训练，你的进步主要是金字塔尖上这些训练要给一个很大的刺激，然后下面的 base 要打好。然后很多人他们数的是距离。我给大家建议不要数距离，数时间。你一天有1个小时出去跑步，不管你跑多快多慢，你如果一天能抽出45分钟到1个小时出去溜达一下，不管多慢，都是很有好处的。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吧，我觉得那个 before we finish 就是关于 Easy Run，这是十好几个人的所有的配速和心率。我们先那个看我自己的，这是我的心率图，把这个图可以放大一点。这个下面是配速，配速是5分6分半的样子是我的 MP， 就是说6分20多秒是6又1/3的样子是我的 MP， 所以我在这边是我的 MP。